19世纪末的美国西部，在那个铁路扩张的狂野年代，一列行驶在加州沙漠的火车遭遇了来自天空的致命攻击。幸存者的描述如出一辙：一头巨大的有翼蛇形生物突然从天而降，体型大到足以让整节车厢都笼罩在阴影中，乘客们能清晰听到它扇动皮膜翅膀时发出的沉闷呼呼声，以及撞击车厢时金属被刮擦的尖锐噪音。在极度恐慌中，勇敢的牛仔们拔出左轮手枪不断射击，但子弹似乎无法对这个在空中盘旋的怪物造成任何伤害。第二天，也就是1882年1月17日，洛杉矶时报头版角落里那篇不起眼的报道所说，这个生物是一条飞蛇。难道真的存在有翅膀的蛇？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距今2500年前，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他就在阿拉伯沙漠亲眼看到了带有翅膀的巨蛇。在他的描述下，这种蛇拥有蝙蝠般的翅膀，守护着阿拉伯的乳香树林，每年春季会从阿拉伯飞往埃及，并且希罗多德还声称自己在埃及边境的布托城附近亲眼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异蛇骸骨，无数的肋骨和脊椎骨散落在地，形成大小不一的骨堆。从美国西部到古埃及，这两个跨越1000年的记录，为什么会如此一致的描述同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生物？欢迎来到老 K 档案馆，今天我们将介绍这条诡异的飞蛇，它究竟是人类幻想的产物，还是隐藏在地球某处的史前幸存者？接下来10分钟，我将告诉你，这其中可能会有颠覆你认知的存在。时间来到1551年，瑞士苏黎世，一位名叫康拉德·格斯纳的博物学家正在编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格斯纳被同时代人称为瑞士的普林尼，他试图在动物史中描述当时已知的所有动物。这部4500页的传世之作，后来被认为是现代动物学的奠基之作。让人深感困惑的是，在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有一具蛇竟然与狮子鹰隼一样，被郑重其事地收录其中。格斯纳可不是什么迷信的农夫，而是当时欧洲最具权威的自然学者。事情还没有结束。19世纪，美国西部的沙漠地带充满了神秘与未知，不仅仅是牛仔和淘金客的乐园，更是奇闻异事的沃土。在一节南太平洋铁路的客车车厢里，窗外是加州科罗拉多沙漠凛冽的夜色，车轮有节奏地叩击着铁轨，像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驱动着这头钢铁巨兽奔向洛杉矶。车厢里的乘客大多已昏昏欲睡，煤油灯的光晕在摇晃中显得有些慵懒。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颠簸，伴随着刺耳的金属刮擦声，将所有人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一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仿佛是巨牛临终前的痛苦咆哮，穿透了火车自身的轰鸣，直抵每个人的耳膜。女人们发出惊恐的尖叫，男人们则紧张地望向窗外。火车司机和司炉工，这两位经验最丰富的老手，此刻也脸色煞白。他们事后对抵达洛杉矶时围拢过来的记者说，就在几分钟前，一个巨大的难以名状的生物从夜空中向他们俯冲而来。根据第二天，也就是1882年1月17日，洛杉矶时报头版角落里那篇不起眼的报道所说，这个生物是一条飞蛇。时间快进到1903年，这一次事件的中心转移到了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洛杉矶时报在地方新闻板块刊登了一则对退休邮政骑警约翰·麦克雷的采访。麦克雷，一个以冷静和诚实著称的老警官，讲述了他在30年职业生涯中最无法解释的一次遭遇。那是1886年的一个黄昏，他正骑马穿行于一片偏远的峡谷地带，突然他的马开始焦躁不安，拒绝前进。麦克雷抬头看到了令他血液凝固的景象，在峡谷上方，一个巨大的雪茄状的黑色物体正盘旋着。起初他以为是某种热气球，但在夕阳的余晖下，他看清了，那东西是活的，它不是机器。麦克雷在采访中反复强调，它像一条巨大的鳗鱼，但它在飞。
我能看到它身体两侧有东西在扇动，不是鸟类的羽翼，更像是湿漉漉的皮革。他描述那生物大约有50英尺长，通体漆黑，头部模糊不清，但似乎有2个发出微弱红光的点。它盘旋了几分钟，然后悄无声息地加速，其速度之快，麦克雷形容就像一道被风吹走的黑烟。这次目击事件因为麦克雷的身份获得了一定的可信度，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生物，它的栖息地在哪？它吃什么？为什么目击事件如此稀少？直到2014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发现彻底打破了所有人的认知。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大胆假设，这种异蛇是真实存在的。从生物学上讲，一个如此巨大的爬行动物要飞上天空，需要克服极大的物理障碍。它的骨骼必须是中空的，像鸟类一样，但又要足够坚固以支撑庞大的身躯。它的翅膀需要产生巨大的升力。最重要的是，它的新陈代谢率必须极高，这意味着它需要大量的能量，也就是食物。一些边缘理论的生物学家曾提出一个猜想，这种生物可能并非我们理解的本土物种，它的生理结构更像是一种适应了低重力环境的生物。它在地球上飞行，可能更像是在水中游泳一样费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大部分时间都潜伏不动，只有在捕猎或迁徙时才现身。而它的食物来源呢？回想一下那个失踪的矿工和他的骡子。对于一个20到30米长的掠食者来说，一个成年人和一头骡子可能只是一顿无足轻重的点心。它的主要猎物或许是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东西。有人推测，他们可能利用某种生物声呐或电磁感应，捕食地下深处的巨型蠕虫，或者在特定的季节捕食迁徙的鸟群。它们是沙漠生态系统中一个隐藏在食物链顶端的不为人知的幽灵。2014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发现，天堂金花蛇真的能在空中滑翔100米。如果小型蛇类能够滑翔，那么为何就不能真的存在，演化出完整翅膀结构的巨型蛇类呢？就像公元前450年，当希罗多德踏入阿拉伯沙漠深处那个干燥峡谷时，他原本只是想验证一个传说，是否真有一具蛇守护乳香树的故事。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个远比传说更加冲击性的现实。峡谷中的景象让这位见过世面的学者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有看到活着的飞蛇，却看到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遍地的骸骨。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留下了详细记录。我亲身去到阿拉伯的一个地方，就在布托城的附近，我看到了蛇的脊骨和肋骨，数量之多简直无法描述。最令人恐怖的是他对骸骨形态的精确描述，这些生物的形态与水蛇极其相似，但长着没有羽毛的翅膀，与蝙蝠的翅膀几乎一模一样。当地阿拉伯人向希罗多德证实，这些有一具蛇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具有致命毒性。它们在珍贵的乳香树上筑巢，正是因为它们的凶猛守护，才让乳香采集变得极其危险。当地人只能用燃烧安息香的烟雾来驱赶它们。加州异蛇的目击报告在进入汽车和航空时代后便急剧减少，并在上世纪40年代后几乎完全消失。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它们灭绝了，还是学会了更好地隐藏自己？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活动的扩张，尤其是低空飞行的普及，侵犯了它们的领地。飞机引擎的噪音，城市的灯光，可能对这种依靠特定频率进行导航和沟通的生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干扰。它们被迫迁徙到了更深、更无人可及的地下洞穴系统，或者干脆离开了。当然，它有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谣传。为什么那么说呢？1890年4月26日，地点是亚利桑那州那个因 OK 牧场枪战而闻名于世的小镇墓碑镇。当天，当地最权威的报纸《墓碑镇墓志铭报》刊登了一篇标题骇人的文章。在沙漠中发现一头奇怪的带翼怪物被发现并杀死。报道描述了2名牛仔在驱赶牛群穿过奇里卡瓦沙漠时，遭遇了一件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事情。
他们声称看到一个巨大的类似鳄鱼但身体更像蛇的生物在天空中低空飞行。这头怪物被发现时似乎已经筋疲力尽，飞得很吃力。两位牧场主骑在马上，用他们的温彻斯特步枪对怪物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在开了数枪成功将其击伤后，那头生物转身试图反击，但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身亡。接下来就是让所有猎奇者肾上腺素飙升的细节描述。两位牧场主走进尸体进行检查，测量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怪物身长约92英尺，近28米，身体最粗处的直径约50英寸。它的头部有8英尺长，下颚布满了锋利的牙齿，眼睛大如餐盘，而那对翅膀展开后一展达到了惊人的160英尺，约49米。翅膀由一层厚实但半透明的膜构成，全身光滑无毛，皮肤能被子弹轻易穿透。为了证明他们所言非虚，两位牧场主还割下了一小块翅膀的尖端带回了家。报纸在最后提到，就在相隔不到100英里的另一个定居点，一位独自勘探的矿工失踪了。他的营地完好无损，食物和水都还在，唯一不见的是他本人和他那匹健壮的骡子。搜救队在附近的沙地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拖行痕迹，不像任何已知的动物。痕迹的尽头只有几滴已经干涸的深色的液体。直到一蛇被击毙，大家这才后知后觉，矿工可能是被这条生物所袭击后遇害。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这个故事比加州一蛇攻击火车的故事细节更丰富，证据更确凿，影响也更为深远。它后来被冠以墓碑镇雷鸟的称号，与印第安传说中的神鸟联系在一起，成为了美国神秘生物学领域最经典的案例之一。但是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证据在哪里？那具本应震惊世界的尸体从此销声匿迹，没有任何博物馆收到过这份大礼。那两位牧场主也再没有提供过后续信息。墓碑镇雷鸟事件最核心的谜团在于一张传说中的照片。几十年后，随着这个故事被不断的转载和演绎，一个说法开始流传开来。据说当初墓碑镇墓志铭报在刊登这篇报道时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头巨大的类似翼龙的生物尸体被钉在一间谷仓的墙上，双翼完全展开，下面站着一群人，一张显其尺寸的巨大。这个说法流传得如此之广，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数人声称自己清楚地记得曾经在某本旧书或杂志上看到过这张照片。他们对照片细节的描述惊人的一致，黑白的有点模糊，怪物黑色的轮廓和谷仓的木板形成了鲜明对比，底下站着6、7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这张照片从未存在过。无数历史学家、调查记者和爱好者翻遍了墓碑镇墓志铭明报的全部存档，以及那个年代可能转载过此文的所有报刊，一无所获。技术史也证明，在1890年的墓碑镇，报纸印刷技术还无法支持直接印刷照片。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一张不存在的照片拥有如此生动而统一的集体记忆呢？这或许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曼德拉效应的一个绝佳案例，一个足够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细节丰富到让人信以为真的描述，通过口耳相传和媒体的不断渲染，最终在人们的大脑里自行生成了本不存在的视觉证据。那个钉在谷仓上的巨兽的意象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超越了文字，成为了一个植根于集体潜意识中的文化符号。墓碑镇雷鸟的故事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回到有意巨蛇发生的时候，当然当时美国的报纸行业正处于一个被称为黄色新闻时期的前夜，报纸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销量，编辑们无所不用其极。耸人听闻的标题、夸张离奇的故事，甚至凭空捏造的新闻都屡见不鲜。真相在那个时候远没有一个好故事来得重要。所谓的加州一蛇事件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枚时代的蛋，它足够离奇，足够惊悚，完美的满足了当时读者对西部荒野的所有幻想。报社用一种模棱两可的笔法来报道，既不完全证实，也不完全否认，把判断的权利交给了读者。
这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传播技巧。一个深夜里的火车故障，一些惊魂未定的乘客在黑暗中的惊鸿一瞥，加上一位急于交稿、想象力丰富的记者，就足以炮制出这样一篇足以让第二天洛杉矶市民津津乐道的短文。报纸结尾那句其价值几何，由各位自行判断，更像是编辑留下的一道免责声明和智力游戏。他巧妙地将创造故事的责任分担给了每一个参与传播的读者。然而，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100多年前的假新闻，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去嘲笑古人的天真，恰恰相反，这些尘封的报纸像一面奇异的镜子，折射出的是人类永恒的心理需求。在那个科学还未能完全祛魅世界的时代，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来填充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和想象。这些异蛇和雷鸟是西部荒野精神的化身，它们代表着自然界中尚未被驯服的原始而强大的力量。他们的故事为单调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丝属于神话和冒险的色彩，而这种需求到今天也未曾改变。只不过故事的载体从泛黄的报纸变成了我们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社交媒体信息流。我们对于都市传说、网络谜案的热衷，与19世纪末的人们追读异蛇故事的心理并无本质不同。我们依然渴望在平庸的现实秩序中窥见一丝超乎寻常的可能性。所以，下一次，当你深夜独行，听到头顶传来奇怪的振翅声时，你会选择相信科学的解释，还是会像1个世纪前的那些火车乘客一样，忍不住抬头去寻找那条可能正滑翔于城市霓虹之上的加州异蛇呢？